是上天在怜悯，时钟转啊转，把你带到我这里，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充满奇迹，缘分转啊转，把我带到你那里，一档档接的题，辗转轮回相依。我觉得你们公司倒是可以办一个经济部门，姑娘条件不错啊，在圈子里肯定会红的。丽姐，你要真的喜欢，赶紧把人带走，分分钟能把人逼疯，真好我也不想养了。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！我敢跟你抢吗？我抢了你的人不得跟我急呀、差不多我也走了，那我们改天约下午茶。好啊，我先走了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到邱老那儿去打个招呼。走了，妹妹，跟我吧。他这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？原来20秒的中差，快被你拍成部电影了，他还敢不满意吗？怎么，要不要我把整个公司送给他呀？谈妥了。王姐，你刚才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我答应把谭明伦介绍给他，为他们拍一组封面。那个国际巨星，那他可赚大了。所以你们以为我消失这2天干什么去了？我把我能用的人际关系资源都给用上了。不过我认为，他最终签约的原因，还是因为这条广告拍得好。涛涛呢？哦，后台卸妆呢，每次都拉他来救场，脸色可难看了。脸色可难看了，他还帮你啊？你不要再说了！你们对相艺一点都不严肃，不尊重。你这是胡搞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同意这样的宣传，不同意这样的广告。我跟你解释一下，邱老。这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我和邱老沟通过这件事儿，他坚持的认为这种娱乐广告是对传统相艺文化的解构，直言非常不喜欢这种形式。尸骨不化。丽丽姐那边怎么说呀？这段戏中戏本来就是他主动要求拍的，但同时呢，他又不愿意得罪邱老，影响他们日后的合作。据我所知，现在两边都在打太极呢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那这节目接下来拍还是不拍？你就有这么大的狗脾气，何况邱老是个坚持自我的艺术家呢？你就不能有点耐心吗？我有耐心，我可以有耐心，但这片子得送审啊！现在该怎么办？我那边拍的好好的，邱老突然说他不拍了，他要退出这期节目。你们别着急，我再去跟邱老谈谈，现在就去。拜托了，阿迅，马上联系一下其他的相艺大师，看看谁能来参加这期节目。我先去找丽姐谈一谈。散会吧。鱼再早，你就这么解决问题的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整个组都在那空等着？佳音，既然问题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该想办法去解决。现在互相埋怨，根本毫无意义。还能怎么解决？我只能补拍点别的画面。希望能顺利过关吧。于再早，我知道你为了赢得这次广告通宵做计划，实际上你拍的也非常的好，
客户也非常的满意。这其实是老艺术家的坚持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我。 精选高山上天然野生玫瑰，还原千载古法制作工艺，让您的肌肤表面莹润富有光泽，雨后香气馥郁，浸衣经久不散。尽采0分古方玫瑰香氛沐浴露。美不美？秋导，这广告美不美？ 你干嘛呀，秋导？这么漂亮的模特您都不满意啊？这可是花了大价钱的1线模特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要是不满意没关系，我们换个日本模特，好不好，秋导？哥哥鼻个恶心，别脏了我的地方。哎，陶唐，你干什么？过分了啊！过分！我跟你说，你过分了啊！你这叫截胡，你懂不懂？啊，秋导，你不要相信这个人，这个人没有武德的，他没有武德的，秋导。 咱没关系，咱们可以换一个创意啊，秋导。咱们做人做生意总得有先来后到的吧？你什么都不要说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一直就是反对这种庸俗的推销方式。商人要挣钱，这我能理解。可是你看看他们的广告，无非就是一些轻浮的情爱呀、什么感官刺激呀、赤裸裸的洗脑广告词儿啊，要不就是什么节目啊、那游戏还有直播呀。 那艺术性就别提了，连最基本的启发思考这也给省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，久而久之啊，就变成这样的傻子了。陶教授，我把香方的授权给他们，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欣赏和了解。 传统的香艺文化，我不是想把这么好的东西弄成一个哗众取宠的闹剧啊！邱老，您的意思我明白了，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唉，都够不够分啊？放心吧，我们这绝对不会缺斤短两的。你再看看，这边还有。别拍那个特写了，人都走了，拍人。我们这个呀，绝对是咱们这个香料市场里面卖的最好的。停！你这镜头太晃了，我后期怎么用啊？这边再记一下，下回你进货的时候用3脚架这些是吗？哎，来，继续给我。跟谁啊？你再看看其他的吧，很多新的呢。怎么可能啊？我们这个店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保质保量的啊，是老顾客了。别拍了，你们拍什么呢？拍点素材呢。
看爷爷怎么给你弄起来啊！是啊，算了。你这样的人还得过摄影奖，是那届评委有问题，还是你现在已经不行了？你看你游的好，还是爷爷游的好？好，哈哈。邱老就是这样说的。举办展览时，大家一窝蜂的去看，热闹看完了就这么散场，连展品都未必能看清楚。为了让观众真正喜爱我们的文物，策展人往往需要很多努力。我想这就是邱老希望你能做到的，在做广告的同时，别忘了我们做文物的初衷。也就是说，要做广告，还要兼具艺术性。是，听起来似乎很矛盾。你看，袁编导，这样没头绪的剪是不行的。你先去吃饭吧，我再看一遍。不，哎呀，怎么样，有收获吗？鱼再早，就因为你。尝尝，我看看。拍了好多素材，辛苦了。拍再多素材又有什么用呢？太琐碎了，我都看过了，用处不大。除非邱老愿意回来拍摄，否则……算了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就他了。现在？啊，他说去邱老工作室，刚出发。小尹，他还没有素材呢，拿什么给邱老看？你的素材啊？什么？我连粗剪都没完成呢！哎，佳怡，我送你。嗯，对了，一会儿丽丽姐来了，务必让我请你把她稳住。你说啥？老板，你慢点。
小唐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我会重新拍摄，马上就去拍。不可以拿这种东西给他看，这和放弃希望有什么区别？这是精简过的样片，那都是些没用的素材。秋老，秋老，我们是来送样片的。进来吧。于再早。相识从小，两小无猜，圣旨也好，命运也罢，你都不要听。你只记住一句：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我既许了你，此生不变。秋老，这就是宣德炉。朱瞻基文武兼修，尤善书画，是一个文化造诣很高的皇帝。由他亲自督造的这批宣德炉，具有较高的审美品位和艺术价值。因珍品少有流传，目前馆藏的100余座宣德炉多为明清仿制，其中不乏造型雅致、色泽高妙的佳作。绵延数千年的中国香文化在进入现代后，逐步由传统手工产业迈入现代化规模生产，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制香工厂、制香基地、香叶产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崛起。传统古代制香秘方与现代化生产相结合，产出更多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大众香型。在这些地区，制香成为当地人一种理所当然的职业选择。在中国，仍有很多制香师固执地拒绝集体化、现代化的香叶生产，坚持以传统手工方式完成香料的采集与制作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从最初选材到最终成香，本身是一个人与香材、人与自然沟通的过程。制香要根据用香人的气质与需求进行个性化的定制，为香气注入灵魂。这是永远无法被冰冷的现代化机器所取代的。从先秦开始，中国人就开始用香，发展到了宋代，文人雅士、闺阁女子，人人谈香爱香，也亲手制香。香可以去污秽、养心神、野情操，是雅趣，是品味，更是艺术。福建人林师傅拥有58年的制香经验，从在街边摆香摊，到拥有自己的香铺和3名学徒，一路走来很是不易。他说，会将这门吃饭的手艺一直传下去。我12岁啊就学习制香了，这就是我的命了。
宝宝啊，跟爷爷学习制香吗？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也装，把这香装在里边来。慢点儿，看看。哎呀，宝宝做得好啊！来，咽亲一口。香艺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，但继承香艺的人却各有不同。他们当中有普普通通的谋生者，有像邱老一样坚守本心的艺术家，还有很多隐藏在人群当中永远不被发现的老师傅。职业、艺术、生命，虽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，却是截然不同的三种选择。邱老师，我们拍的不是节目，而是人生。嗯。爷爷，刚才那段就那个梅香，您能调出来吗？邱小姐，当然了，邱老亲自调出来的香味儿非常接近纯天然的梅香，那种清幽高的芬芳是纯工业批量化生产永远无法复制的。你就来试一下。他好不容易放了个假，回到家就在屋子里一窝。我保证，在这1个月里，你跟我说话绝对没超过10句。还是爷爷，我真的想学，现在就学，马上教我。就那个高贵冷艳的中国香，我要送给快出国的闺蜜，那一定是最特别的一份礼物。走嘛，爷爷，现在就要学。哎，怎么说着弄？哎呀，好，坐。哎呀，你呀，你这慌慌张张的样子。制香，首先就是要心静。来，先把手洗洗。你闻闻。我不是要学这个啊。学制香就要从基础开始，这跟盖房子一样，只有把地基打扎实了，才能盖出你所想要的空中楼阁。好啊，我会认真学，就从头开始学。好，看我啊！来。袁明导，你剪的素材非常好，如果没有你前期的时间投入，我们是剪不出这么好的样片。为什么？我看了无数遍素材，都找不到有价值的地方，他们那么琐碎世俗，我几乎以为。袁明导，生活不就是琐碎和世俗吗？你昨天又陪了他剪了1个晚上的片子啊？世俗。没事，挺好。怎么？平时啊，让他学都不学，你看看现在。邱老，他愿意了解您的香艺，您是否可以放下成见，也去了解一下他的世界？
就拿这个，就这去征服广告商，要 idea 没 idea， 要 creativity 没 creativity， 重做。您都吃了闭门羹了，还要争取啊？有人送您的礼物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它拿走，拿走！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！扔到垃圾堆里去！你给我查，从哪儿寄过来的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算骚扰了吧？我打110，我报警！这是什么？这次文创销售的不错，设计师非常开心，所以呢送了很多新的文创过来。看啊，有文创的书桌套餐呀，好好看哦！定制的笔，做的多精致啊！你看人家书签做的啊，特精致。啊，我要这个，这个太好看了。据说都是限量定制版。这是啥？钥匙扣。这个还成套的呢。哎呀，好可爱！你看，小鱼。我不要。喂。不感兴趣。还不如这杯果咖都有吸引力呢。有那么好喝吗？水果味的咖啡呢，不仅可以提神，还可以激发我的灵感。我上午都喝了2杯了。你看，这个到时候给你，这给谢瑶。阿雪，我正好。小姨呢？检疫室里闷1天了，怎么叫也不出来，午饭都没吃。这都不行，重检。袁编导，能不能歇会儿？我中午饭还没吃呢。那你去吃饭，我自己剪。佳莹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能剪出更好的样片，现在不要打扰我。好片子不是没日没夜剪出来的，回家休息，休息好了再来。没可能啊，我能剪出更好的样片。袁编导怎么了？受打击了呗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那这么说，现在需要我的帮助？哎，没必要，没必要啊！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也有。别剪了。我可以。袁佳莹，你再努力也追不上我，你没有希望啦！鱼在走，你给我站住！鱼在走。袁佳莹，你给我！这种帮人的方法还真是特别。小鱼，别跑！哎呀，不是我，你没事吧？都给我住手！1个小时后，各自带第8期的拍摄方案来见我。鱼在走。下一期，最后再来一次公平的比试。好啊，我最喜欢比试。完，小鱼上当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第1季的最后1集啊，他们俩谁赢了，谁就是传承的总编导。美食，苏州织造官府菜或者苏式传点，这些我都觉得很好啊。非遗美食遍地都有，也不必拘泥于苏帮菜。我们就做个中国非遗美食专题嘛。哎，我觉得可以，我们可以请一些名厨复原一些古代的食谱。看，罗佩兰，
我知道他复原了很多失传的古代食谱，而且他主持的美食节目一直是收视率第1，很多女性观众都是他的粉丝。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期能请到他，那就成功了。好啊，这期我们就做得轻松一些，讲讲吴地中秋风俗，再尝尝各地的非遗美食，热闹又喜庆。不行，换主题，这期做书画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顾总，就这么定了吗？需要我联系罗女士吗？你认识她？她是我母亲。3、2、1，开始。中秋同春节、清明、端午一样，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。到了8月15这一天，全国各地都会举行庆中秋的活动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苏州博物馆里的中秋味道。清人顾禄在《清嘉录》中记载，中秋当日，对不起。哦，没事。那我们再来一条。好，来，再来一遍啊。那就从那边再来一下。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清人顾禄在《清嘉录》中记载，中秋当日，妇女们会盛装出游，通宵达旦，为之走月亮。你还好吧？昨晚没睡好，对不起，导演，可以再来一遍吗？陶教授，这样，先休息一会儿，正好我们调整一下机位。来，调整机位。没事，喝点水。陶唐，给你。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要不下午休息吧？你不是下午约好了采访吗？啊，照旧。导演，我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好，行。好，开始吧。好，开始了。去吧。打起精神来啊！集中精力。还是从头是吧？啊，对。从这边哈，好。他没事吧？感觉不太对。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中秋同春节、端午、清明一样，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。到了中秋当日，全国各地会举行庆中秋的活动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苏州博物馆里的中秋味道。清代潘宗鼎《金陵岁时记》记载了中秋焚斗香的习俗。中秋4月陈列果实，如灵藕立誓之属，扎香如宝塔形，上加纸斗，名曰斗香。文中提及的斗香是一种特制的佛香。中国古代的人们认为，祭祀时香烟燃起，可以将人的心愿上达神灵与祖先。因此，他们将若干股香扎成宝塔的形状，加上纸斗，以使腾起的香烟更为繁盛。这一习俗在江南一带很多地区广为流传。看来这个就是斗香了。中秋夜行祭月典礼，除了在案桌上摆满月饼和各色果品，女子们还要燃起斗香诵文祈福。这个我知道，《红楼梦》中也有对中秋祭月的描写。月亮是属阴的，那么在古代这种仪式是不是女性专属的仪式？男性是不能参加的呢？看。
没关系，陶教授，辛苦您了。要不您先，就到这儿吧。就到这儿吧。哎，这还没拍完呢。那边约的采访是几点呀？下午2点。2点哦，那现在就得过去了，不然堵车，别迟到了。快去吧。谢谢，那我们先走了。现在瞪过去点来。他限你什么呀？ OK 啊。啊？他限你什么？你天天戴个墨镜，你什么都看不见，是不是啊？他状态不对，你看不出来呀？我看得出来。我问你，他限你什么？你待会儿不就是要拍文人雅士怎么过中秋吗？是，你把人都给我放走了，我拍什么呀？我在呀，我不是人啊。我给你反串不就完了吗？你别指着我，准备去。来，你导演，我导演啊。这是博物馆，请你的音量放低一点。来，淑荣，换装。好。导演，这怎么办啊？2万。真把自己当个苍蝇。看这张脸，多来点粉底，盖着。天天就拿这句胶原蛋白说事儿，没点新词儿。看看他自己都什么样了，眼神都老的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别憋着，想笑就笑出来。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，祖籍苏州，开创了董菜。他的夫君，明末4公子之一的冒辟疆，曾在尹维安一语中盛赞其厨艺，便是寻常的破藕笋蕨、鲜花野菜、狗蒿蓉菊，经他妙手烹饪，都可方止迎袭，声名远播。接下来，肉皮朝下，码入碗内，淋上用酱油、白糖、盐、鸡粉、蚝油、白胡椒粉、黄酒调成的汁。面上放葱姜、香料，上笼屉蒸至1小时左右。出锅。剪去葱姜，扣入盘中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些小青菜啊，均匀的摆在两边，尽量放的对称一点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啊，把做好的这些原汁淋在肉上即可。歌词顺了响，同饮着一条江，各泛出几层浪，分张如霜，提望，明堂徐香为红墙，中影有两方，非无法去敦煌，在故人的地方，塑造谁的模样。用一声唱一出千古绝唱，让专注浇灭这